圣诞快乐！我是巧儿，这个是我的小圣诞树，它是真的哦，还蛮香的，可以开灯，啦啦，好可爱。圣诞季呢，也是我们的饼干的季节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款饼干呢，是介于布朗尼蛋糕跟巧克力饼干中间的混血儿。它的外壳呢，有像饼干一样吃起来脆脆的，然后中心把它掰开来呢，有布朗尼蛋糕最吸引人那个糖心感，是一款很容易上瘾的饼干。但是要做得好呢，还有一些美美嘎嘎，待会在影片里面跟你们分享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来切巧克力。上次大家很惊讶的大巧克力砖，这个馅料另外一个灵魂就是巧克力。你看，才过2集就变成这么小块了。要研发食谱呢，它消耗得快。先做食材准备，苦甜巧克力切块。建议呢不要用牛奶巧克力或是 semi sweet 巧克力这一类，不然呢容易过甜。巧克力是这个食谱的主要食材哦。以隔水加热的方式融化奶油跟巧克力。全部融化后，记得关火，然后呢，可以选择直接把它留在热水上保温，保持巧克力的流性。这饼干呢，从现在开始基本上不能等待哦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烤箱预热时间需要比较长，比如说至少要10分钟的话，这时候记得先去预热烤箱。没错，接下来是一气呵成的阶段。烤箱呢，先预热180度。全蛋加淡黑糖稍微打发，强调稍微2个字。打发的时间是这个饼干的成败关键之一。计时3分钟，设定中速大概5到6速。那这是打发完的状态，蛋液呢有点泡泡，但体积没有长大很多。用手持搅拌机操作也没有问题，就参考这个阶段。慢慢加入融化的巧克力奶油，以低速搅拌均匀，约30秒到1分钟。这一盆呢是干性材料，有中筋面粉、可可粉跟小苏打粉，还有一点盐。咸味呢蛮重要的，会让甜饼干更好吃。直接过筛到面糊内，搅拌均匀，面糊这样就做完了。但是要烤出充满光泽、均匀裂痕的外观，第2个关键是面糊入炉的温度。这个饼干呢，它蛮特别的。太热的话，面糊会太水，不好勺它；太冷的话呢，烤出来饼干的表面会缺乏光泽，变得很暗淡。所以最好是在一个特定温度范围。我实验的心得是，面糊呢大概在22度到26度之间烤出来最漂亮。如果你不是很介意的话，这仅会影响外观，不会影响味道啦。今天我们会做2盘，共12个。烤盘呢，先垫烘焙纸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饼干勺。那这个饼干勺它直径呢是5公分，约2大匙半的分量。没有的话呢，就用手边的大汤匙替代。面糊之间的距离至少5公分，一盘大概6个。我是一次烤1盘，这样饼干上色最均匀。另外一盘勺完放在旁边，等待下一次进炉。180度12分钟，
布朗尼饼干的缩食很精彩。接下来是第二盘，出炉之后，这时候因为饼干呢非常软，请不要动它，让烤盘的余温呢继续熟成饼干，放凉至少15分钟哦。两盘呢，我决定做不同口味，一盘是海盐版，一盘是圣诞版。别忽略在饼干上撒一点盐这个步骤，吃的时候那个蹦出来淡淡的咸味会凸显巧克力本身的风味，那味道呢也会更平衡。现在来做圣诞版，刚好呢我手边有一点薄荷拐杖糖，那把它敲碎，保留块状，不要太细。挤花袋剪个小洞，淋上融化巧克力，撒上拐杖糖碎，整个就很有耶诞气氛了。这款饼干可以常温保存1星期左右，而且它很耐放，放了好几天呢，吃的口感跟现烤的差不多哦。完全放凉之后再来脱模，口感介于巧克力饼干跟布朗尼蛋糕中间的布朗尼软饼干。一次介绍2种版本，是一款很适合冬天的饼干。有时候啊，你想吃布朗尼蛋糕，但又不想花很长时间烘烤的话，就可以做它，制作快速，20分钟内完成。外壳呢，像饼干一样有点脆脆的，但中心呢很松软，很湿润，好好吃。吃完海盐版，我来吃圣诞版本。吃起来呢会有点凉凉的，有点像那个从小吃到大绿色包装，有没有扁扁的经典 Andes 薄荷巧克力。老实说，布朗尼软饼干呢有点难度，我大概烤了10几盘才抓到诀窍。欢迎来到本集的翻车事故现场。这一次呢也有满满的翻车，但是也有满满的心得要跟你说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呢，食谱有强调说，一开始全蛋打发时间不要太长，我还特别设一个计时器，大概在3分钟左右。因为如果打发时间太长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给大家看一下，会发生饼干变得非常非常平。来做个比较，看这是我们今天的版本，跟这个打发大概5-6分钟的版本。那这原因就是因为你打入太多的空气，饼干在烤箱的时候它没有那个支撑力，然后就会很快的往外摊平，然后最后呢也没办法做出像是布朗尼那种糖心的口感。所以打发的时间不要太长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裂纹的饼干啊，有裂缝的饼干，很多的食谱呢，它配方都非常非常的甜，咬下去呢，虽然也是好吃，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咬一块软糖。那这个配方呢，我有想尽办法尽量减糖，但是又保持它的外观，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，就不喜欢吃太甜的饼干。然后第3个呢，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面糊的温度。那这2块呢，同样的配方，只是一个面糊的温度大概是20几度，温温的时候就进烤箱烤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是完全冷却的时候才进烤箱。那烤出来你就会发现一个裂纹的缝隙比较大块，然后并且表面是有光泽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裂纹变得很小很密集，而且它的光泽蛮暗淡的。虽然只是面糊的温度不同，但烤出来的成品还差异蛮大的。那以上3点小心得跟你们说。那这几次的食谱呢，都有用到可可粉。市面上的可可粉选择其实有3种，刚好我都有，所以我想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呢，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，然后顺便讲一下他们在烘焙上的使用事项。那第一种就是这个天然可可粉，可以看到它颜色呢是偏红棕色，也是比其他2种可可粉都还要淡。那它的特性就是因为可可本身是酸性的，那做成粉的话一样是酸性 ，pH 值大概是5到6之间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使用可可粉的食谱呢，会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粉来帮它做酸碱中和。这2种呢，都是叫做碱化的可可粉。
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呢会写 Dutch Process， 那这一款呢是最近 Costco 在推的，所以我就把它买来试试看。那碱化可可粉的意思是把原本酸性的可可粉碱化之后变成中性，不是碱性哦，所以它的 pH 值是7。所以如果你是使用这种可可粉的话，你的食谱的选择就可以添加中性的泡打粉，而不一定是要小苏打粉。那这一款呢是 Cocoa Berry 的 Extra Brut， 就是 Extra Strong 的意思。那这也是我很喜欢，算是最喜欢的可可粉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，比这一款还要更加的深。那它的可可脂呢有22到24%，这一罐呢大概是10到13% 而已，是它的2倍。那它的好处就是它做出来的巧克力会特别的上色，特别的咖啡色，而且它的巧克力风味很浓郁，所以算是我最爱的可可粉。那第3种呢，就是这一包黑炭可可粉。请忽略它已经过期2年了，也就是之前我在台湾买的，然后我都没有用。那这可可粉呢，它的制作方式是把碱化可可粉呢继续碱化，所以它的颜色呢就会像这样，几乎是黑色的。那它使用上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出一些很深的产品，像是最著名代表的就是 Oreo Cookie， 它的炭黑色，就会使用这款黑炭可可粉。好的，今天介绍了布朗尼软饼干详细的制作方式。我自己呢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的口感，觉得蛮特别的，非常推荐。还有最后呢有介绍可可粉的知识，想了解更多的话，请到我的网站 chow.kitchen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跟留言。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